NYPD 用来给直升机检查的场地是纽约西北方向一家直升机通航公司的露天停机坪，而这家通航公司规模很大，单是停机坪和停机库就足以停下上百架直升机。公司旗下还拥有自购的数十架各式直升机，是纽约最大的通航公司，同时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美国直升机相对普及，大量富豪和企业都拥有自己的直升机，而且租赁直升机的业务也非常热门。许多明星、政要和富豪出门都有临时租赁直升机的需求，所以通航公司也十分常见。不过，大部分拥有直升机的企业或者企业主都仅有一架直升机，为了这一架直升机的停放、维护和保养，不值得专门投入场地和团队，便托管给通航公司负责统一的运营维护。机主不用的时候，由通航公司拿来做租赁运营，回收成本。为了确保对直升机的封锁检查万无一失，罗斯柴尔德家族为 NYPD 提供了这个场地，同时也将自己人安排到了这里全程参与。每一架离开纽约空域的直升机都必须先在此地接受全面检查，确认直升机与四方宝藏没有任何关系之后， NYPD 便会给直升机放行，直升机便可以离开纽约去往自己的目的地。但是为了避免通过检查的直升机中途降落，他们会要求检查过后的直升机直接原地爬升至1000米以上，同时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全程不得低于1000米海拔的高度，全程有控管雷达监控，任何人不得违反要求，否则将由 NYPD 引导再次接受检查以及相关调查。所以吴飞燕想坐直升机离开纽约，也必须要经过这一系列流程。哪怕他是破青会的英主，是年龄已经400岁的修道高手，吴飞燕感觉自己的心态从下了飞机的那一刻就开始不断被腰斩再腰斩。现在他整个人已经快到了暴走的边缘。堂堂破青会英主在美国被勒令降落接受检查，那感觉就好像电影小兵张嘎里平时下馆子都不花钱的汉奸翻译官，屈尊来路边吃个破西瓜，竟然还被要求买单。这时候汉奸翻译官已经不是想掀摊子这么简单了，他恨不得掏出腰里别着的王八盒子，把摊子上所有的西瓜全他妈打碎，然后再把卖瓜人的脑袋瓜也一并打爆才能解恨。吴飞燕的感觉也是一样，他甚至觉得自己修炼300多年的道心，下飞机这1-2个小时基本就消耗的差不多了，这让他忍不住在心中暗骂：该死的罗斯柴尔德，毁我道心，早晚要你们付出代价。可是吴飞燕心里恨归恨，但他也明白该配合的也必须得配合，真要说掏枪就干，人家摊主也未必会怂，毕竟人家大的小的都是地下党，那黝黑的枪口早就暗中瞄准汉奸翻译官的狗头了。吴飞燕这种心情简直跟电影里的日本翻译官他妈的一模一样，让你在城里下馆子不花钱又怎么样，到了这个西瓜摊，你他妈就得老老实实的举起手来，让你给钱你就乖乖给钱，让你配合你就乖乖配合。吴飞燕满心愤怒和悻悻看着自己乘坐的这架直升机按照 NYPD 的要求飞到了通航公司上空。当他低头向下看去的时候，地面停机坪已经停了不下20架大小不一、款式不同的直升机，这些直升机都是民用直升机，看起来应该都是接受检查的。吴飞燕见此顿时怒从心生，不由脱口道：这么多直升机接受检查，什么时候才能查到我们？飞行员无奈地说道：这个属下也说不好。吴飞燕有种冲动，恨不得现在就直接跳下直升机，把下面的人一通乱杀，以此来缓解心中怒火。可是他也知道，这么做就算自己能全身而退，整件事也会被自己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且他也看到下面停机坪的4个角上有4架 NYPD 涂装的警用直升机，4架警用直升机旁边有至少20多名荷枪实弹的 SWAT 特警。更要命的是，场地两侧还各停了一架纽约州国民警卫队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阿帕奇上面挂载的海蛇怪70毫米火箭弹以及地狱火导弹，威力可比苏制的近防炮厉害多了。而这2架武装直升机旁边，还有10多名武装到牙齿的陆军士兵。吴飞燕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来了这个地方，还想拒不配合，临阵脱逃的，那是痴人说梦。就这个火力配置，自己不死也得8层皮。更何况纽约州国民警卫队远不止这2架直升机，一旦有突发事件，短时间内连 F-35恐怕都能飞过来。毕竟连佛蒙特州国民警卫队都完成了 F-35的换装，纽约国民警卫队这种警卫队里的大佬就更不必说了。这帮碉毛连 F-22和 B-2隐形轰炸机都有，虽说指挥权在美军的手里，但从装备归属的序列中，确确实实是归人家国民警卫队的。换句话说，美国要是打破清会，美军都不用出动，随便哪个州的国民警卫队，也就是这个州的民兵，就能把破清会的老巢炸个底朝天。就在吴飞燕拼命说服自己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时候，无线电传来声音 ：N77DT， 请立即在14号停机坪降落，有警员在停机坪引导降落，请注意，地面配有无死角监控系统。你方在降落过程中，必须保证机上所有窗户始终紧闭，任何人不得打开。降落之后，所有人不得离开直升机，需在原地等待检查。检查结束，确认没有异常之后，就会将你们放行。事关美利坚和众国的国土安全，请你们务必配合。如果有任何危险行为， NYPD 和纽约州国民警卫队不排除率先开火的可能。谢谢你们的合作。吴飞燕双拳紧握，道心已然崩塌，仅剩识时务的理智勉强维系。飞行员无奈，只能听从指令，将直升机缓缓降落在14号停机坪。直升机还未落地，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就已经来到旁边等候。待直升机停稳之后，他们立刻用强力胶带将所有的门窗封死，以免里面的人趁乱向直升机外丢弃任何东西，或者探出武器攻击。眼见对方封住门窗，吴飞燕登时质问道：“你们不是要检查吗？为什么不赶紧检查？封我们的门窗做什么？”其中一名士兵回复道：“前面还有10多架直升机等待检查，等排到你们的时候，我们会让你们下机接受检查的。”吴飞燕登时气炸，怒不可遏地质问：“岂有此理！我的时间非常宝贵，你们凭什么让在这里等你们一个个的检查？”那士兵刻意亮出自己胸前的突击步枪，冷冷道：“事关美利坚和众国的国土安全，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你如果有异议，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场地，同时给你24小时的时间好好冷静冷静。”